你要解决这个能源短缺的问题，你要解决这个油价上升的问题，你就要解决伊核协议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不管美国采取什么态度欧洲的国家现在马上着急了。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这个石油的价格或者是说能源的价格不断的攀升，而且呢，在欧洲方向呢，还出现了石油或者汽油短缺的现象。你比如说英国呀，这个由于没有汽油或者汽油不够吧，一个是大家抢购，还有一个呢就是运输的工人罢工还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动用军队这个是很少见的，用军队去运这个汽油去了，赶紧往城里运，不然的话这车跑不了了。欧洲的很多国家说，哎呀，能源短缺呀，就是有钱没有油说这到了冬天了，你说没有油，这个汽车跑不动，这个暖气不热，这可都是问题了。所以呢，就埋怨俄罗斯，你看你怎么就是向我们欧洲供应的这个原油这些天然气怎么就减少数量了呢？所以俄罗斯赶紧说呀，不是我不向你供应我向你供应的这个数量，无论是天然气还是原油，一点没有减少那这问题出在哪儿实际上还是出在中东，还是出在能源的产地因为我们看到中东这几年来一直是战火不断而且美国在这里边进行什么呢？就是双重标准的围堵和封锁。比如说对伊朗吧，他单独的退出了伊核协议，然后呢采取对伊朗进行单方面的经济制裁。在这个伊核协议的6方会谈中，只有美国退出来了，那人家这个其他的国家都没有退出来所以他对伊朗采取单独的封锁，这就导致了伊朗的石油没法输出，天然气没法输出。那一方面，这个伊朗的石油天然气，这是它的这个主要换汇的这个手段或者是方式，你不让它输出，你说它怎么办？对不对？那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吧，反正自食其力吧。但是呢，伊朗它这个国家自然资源还是蛮好的，就是包括农业资源，所以它自己养自己也行。但是这带来一个问题了，这个现在能源需求上升的时候，那伊朗作为一个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输出国，不向外输出，北溪2号的这个天然气管道，美国也卡着不让它完成，那欧洲可不是这种能源就会出现危机，或者是出现短缺吗？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注意到下一步你要解决这个能源短缺的问题，你要解决这个油价上升的问题，你就要解决伊核协议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不管美国采取什么态度欧洲的国家现在马上着急了，赶紧跟伊朗谈，你就别试验什么大推力的火箭了，你就别再搞什么就是可用于武器装备的这个浓缩铀了。因为伊朗说了，本来我是不搞的，现在你美国单方面的退出，还对我进行制裁，对不起，我那个浓缩铀现在从5%到了20%了，你对我制裁，我让它更浓，我让它更多，因为武器级的是90%嘛。如果你把离心机都打开不受监管的话，它的这种武器级的浓缩铀的速度是很快的呀。所以我们看到下一步恐怕这个是欧洲的这些国家要向美国施压了，你赶紧回来吧，你不回来，那我们也得跟伊朗做交易了，不能这么再制裁下去了。因为现在受损的是我们欧洲的国家，不仅仅是伊朗它的经济被困着被围着，那我们的石油短缺找谁去对不对？我们的这个价格上升找谁去你美国给解决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下一步伊核协议的谈判一定会推进速度。那么如果伊核协议签署之后，我相信这个国际这个石油的价格会有相应的下跌，起码是止跌吧。所以我们可以关于这个问题呢进一步关心就是伊核协议就是谈判的这个进度和它下一步的情况。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